大家好，我是大王，我是小汪。大家常听到一句话叫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可以说大家可以养成一种思维习惯，就是你从经济角度来解读历史啊、人物啊、事件，包括你周边的一些人和事儿，你大概率就能找到最底层的本质原因。比如说这个梁山108条好汉替天行道，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一副要跟朝廷死磕到底的样子，可最后宋江就是哭着喊着要招安，骂他的人就说他软骨头，说他是叛徒，说他亲手把兄弟们送进了坟墓。但有一件事儿，有没有大家想过梁山的几万人每天到底要吃多少粮食啊？这笔账才是整个《水浒传》最核心的逻辑。其实，今天咱们就不聊这什么忠义，不扯什么性格就从最俗的东西入手，钱粮经济账，你就会发现。宋江要招安，不是他有多么虚伪、多么贪图功名利禄，而是那是他唯一能走的路而梁山的悲剧几乎是从第一天聚义就注定好了的。咱们先把梁山的这个基本情况搞清楚就你看800里水铺，地势险要，对吧？芦苇荡里几万号人藏着确实他是易守难攻。但问题你看，恰恰就出在这几万人手里他们这几万人都是不生产的。整部《水浒传》100回，你看过林冲去耕田，见过武松去织布吗？就连那个孙二娘，她也不干农活就包括那几位被称为打鱼出身的阮氏兄弟，上了山以后，也没见他们谁真去搞水厂养殖那梁山它就是一个只消耗不生产的组织这就是它根本性的一个经济性的一个缺陷。那王伦呢？他在当寨主的时候就之前那个寨主规模小，200-300号人，偶尔下山结个商队抢点过路费，日子过得就挺滋润因为人少嘛。那个时候的梁山就是个小作坊，自负盈亏，压力不大。等宋江坐上第一把交椅之后，这个组织彻底变了性质。你看108个头领，个个都是人中龙凤，排场得讲吧，绫罗绸缎得有吧。然后还带着家属，然后生病了受伤了得请名医吧，更别提底下那几万张等着这个吃饭的嘴有学者专门就做过估算对标三国时期的蜀国灭亡时候的军籍数据，就蜀国10万兵马是靠94万的户籍人口和4万的官吏构成的这个完整税收体系来供养的。那梁山号称10万兵马，背后什么税收体系都没有收入来源就一条路，抢。但抢劫这门生意，你看它有个致命的弱点，就是边际效益是递减的。刚开始的时候你看这个附近的村镇的富户，路过的商队，那都是软柿子好捏时间久了，方圆100里的油水早就被刮干净了。那商队一听见梁山2个字，那就得绕着走富户要么就跑了，要么早被抢穷了。这个时候的宋江就像一个每天在烧钱却没有任何主营业务收入的 CEO他肯定就看着这个财务报表上的这些赤字，愁得睡不着觉了。对，那书里面就有一个情节就值得细看，就是3打祝家庄，很多人就以为这什么江湖面子的问题，是什么石签偷鸡引发的一种冲突。但你想想那你说一只鸡能引发这么大的血案吗？就宋江出兵前那一脸的凝重，就他在乎的其实就是祝家庄堆积如山的那个粮草。打下祝家庄之后，宋江下的第一道命令，那不是给兄弟们庆功而是把祝家庄所有的金银粮草统统装车，先拉回梁山再说。打破祝家庄得粮50万石按照宋朝当时这个地粮换算，这相当于7600万斤粮食。所以宋江出兵前就说过打的这庄倒有3-5年粮食。这7600万斤粮食那够几万人吃3-5年。可是这也就3-5年。可见他们这个平日的消耗得有多恐怖。那时候的宋江他已经不像这个带头大哥了，就像一个盯着救命钱的人了。问题是像祝家庄这样的大户是有限的。你看这水泊梁山，他打完了祝家庄还得打曾头市，打完了对曾头市呢又攻大名府，这都是当时这个《水浒传》里面一些非常有名的桥段对。这书里面就有明文的记载，就说这个吴用建议攻打大名府，理由就是要取大名府的这个钱粮，以供山寨之用。打下大名府之后呢，就直接开仓取粮装车。再后来宋江、卢俊义分兵攻打东平府和东昌府。出发之前，宋江说的就是
木金山寨，钱粮缺少。所以啊，你看这个作者他写得非常透彻呀，就是水泊梁山就总是在惦记着这个少粮和缺钱。每一次出兵，表面上他就是打了胜仗，然后立了威名，其实背后啊驱动力就是2个字儿：缺粮。为了抢口饭吃啊，可以说梁山就被迫把这个战争的烈度是越拉越高，每次出兵都是巨大的后勤消耗。万一哪次没打赢，被官军围困个1年半载，断了补给，那不用朝廷动手，他自己啊就得垮掉。朝廷呢后来也摸透了这个套路，就童贯嘛，就带兵来了之后，围而不打，把梁山变成了一个孤岛，打不了鱼，种不了地，连酒坛子都见了底儿。可以说啊，那种坐吃山空的绝境啊，就是压在宋江心头最重的一块石头啊。那有人就说了，梁山那既然这条路走不下去，为什么不干脆一条道走到黑，彻底造反，自己打天下当皇帝呢？这个问题啊，那个答案同样是在经济上。你看造反它需要啥？需要根据地，需要税收体系，需要一套能自我造血的这种经济基础。同时代的方腊，你可以比较一下，你看人家有统一的教规和民间信仰作为基础，实际控制了江南的大片土地啊，有城池，有税收，有相对稳定的粮食供应。最后呢，你看方腊呀，也是被打垮了。那你说你宋江比一下，你宋江拿什么去造反啊？梁山既没有耕地，不从事粮食生产，没有文官系统，建不起税收体系，军队是越打越多，消耗是越来越大。钱粮缺口只会越来越大，不可能越造反越有底气。朝廷那边呢情况就完全不同，有全国的土地，有税收，有漕运体系做支撑，可以无限的蓄血，拖都能把梁山给拖死。还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啊，就是梁山内部根本没有推翻皇帝的这种共识。还真是。对，这书里面就说啊，就宋江还说呢，说今皇上至圣至明，只是被奸臣给闭塞了。就连鲁智深这种啊对体制彻底失望的人，说的也是满朝文武多是奸邪，蒙蔽圣聪。怪的就是那些奸臣，而不是皇帝本人。那梁山100多号人里面，反对招安的有啊，但要真正扯旗造反、推翻皇权的，也就李逵这么一个莽人有这个念头。其他人呢，包括什么阮氏兄弟，唱的歌词都是啊，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赵官家就是皇家哈。这不是思想觉悟的问题，这是一个农业社会的底层逻辑啊。就北宋的这个经济，在封建王朝里是相对发达的，老百姓的日子虽然苦，但远没有到全面崩溃的地步。那你跟着宋江造反的话，成本还是极高的哈，成功概率又是极低的，所以就没有足够的人愿意押上全部的身家走这条路。造反需要是天下苦秦久矣的这种土壤，宋江那个时代啊，这个土壤可以说还没有成熟。还有从一个内部的角度来看，就梁山到了后期，吸收了大量像呼延灼这样的朝廷的正规的武将。这些人呢，本来呢他在体制内是有编制的，他们接受招安的动机从一开始啊就比这些草莽的兄弟强烈的多。他就是想回归体制内啊，就内部的这种力量对比也注定了造反这条路啊根本就走不通。维持现状不行，那一直占山为王呢，那朝廷只要有耐心进行围困，时间久了，梁山自然自己就崩了啊。所以靠打劫维持的这种模式，规模越大，持续时间越长，崩溃的速度其实就越快。因为可以抢的目标越来越少，而消耗呢就只增不减，这就是经济上的死局。既然不能维持现状，又没有实力造反，那只有一条路呗。怎么感觉在宋江看来，最大的接盘侠就是大宋的朝廷？对，就好像宋江把这个皇帝当成了一个冤大头，就是你让这个冤大头呢，把这个濒临破产的暴力集团给收购了，但是你朝廷肯定比他们玩的精哈。这后话，就是水泊梁山这些兄弟们，他们的吃喝呀，你看如果都是由国库来发的话呢，那以前见不得光的那个家底呢，还可以洗白，还能混个一官半职啊，封妻印子，在史书上再留个名，这哪里是投降啊？在当时的这个经济逻辑下，这是唯一可行的财务自救方案。所以你看这个宋江，逢人就哭诉要招安，真的不是他软弱，或者说不光是这个性格问题，而是他坐在那把虎皮交椅上，每天对着这个财务报表发愁得出来的必然结论。
从梁山这个例子，大家可以看出来，是吧？你就往外推，你就会发现一件事儿哈，几乎所有看起来是政治什么问题啊、道德问题、人性问题的东西，往深里挖，底下都是经济逻辑。这梁山的替天行道啊，是因为吃不饱饭嘛；宋江的忠义呢，是因为没有更好的出路；好汉们的兄弟情谊，是因为大家他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利益是高度捆绑。连朝廷愿意接受招安，也不是因为他们仁慈，而是因为把梁山这几万人如果在对抗中消灭的话，这成本远比要先招安再消耗掉他们要高得多。那书里面梁山被招安之后，你看就是先打辽国，再打什么田虎、王庆，最后打方腊，这么一路打下来，人是越死越多。征方腊结束之后大军回京，108将只剩27人，朝廷发了封官的诏书。但等宋江们一无兵权二无实力的时候，高俅、蔡京随手就把他们给收拾了哈。那宋江呢被毒酒给赐死，为了怕李逵造反坏了梁山的这个忠义的名声，还把李逵也骗来一起喝了这个毒酒。朝廷的算盘可以说是打得明明白白，招安就是让梁山替自己去打消耗仗，等人死的差不多了，剩下那点人既不翻不了天，又好交代一杯毒酒的事儿。所以这才是整个收购案最冷酷的地方。这个合同从一开始它就是不平等的，条款里可以说是写满了血。对，就感觉宋江他以为走到了出路，结果从一个死局又走到另外一个死局去了。只不过后一个死局死的会体面一点，就有朝廷发的官服穿着。可以说历史上你看，凡是走这条路的结局是大同小异。唐末的黄巢打了半个中国，最后呢因为粮食的问题，军队崩溃，土崩瓦解。那朱元璋为什么能成功啊？他的策略就是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先解决经济基础，再谈其他。梁山就从来没有真正解决过这个问题，所以他的结局从第一天聚义就注定了。人类社会的运转说到底就是一个生存问题，生存问题落到实处就是经济问题。你看，包括婚姻里面的很多冲突，表面是感情，其实底下也是收入分配和资源的控制。历史上的战争表面上是民族、宗教、意识形态，底下呢也往往是什么贸易路线、资源争夺和粮食危机。宋朝那个小县城的押司宋江和今天的你我面对的人性困境其实没有本质区别，都是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寻求最优解。好汉们以为宋江在带他们奔向忠义的星辰大海，其实宋江只是不想让大家最后饿死在芦苇荡里。只可惜这笔买卖从谈判桌坐下的那一刻就已经输了。大碗吃肉的背后是柴米油盐撑不下去的慌张。从这个角度重新看《水浒》，你会觉得书里面每一场热血的厮杀，其实都带着一种说不出来的悲凉。好，本期就讲完了，下期再见。下期再见。